我有个黑帮哥哥，4年前突然被警察抓走，但他进去的时候说了一句：“不用担心，等我出来，我有一大笔钱，足够我们下半辈子锦衣玉食。”我哥进去的这4年里，我被人欺负得像狗一样，就连女神柳如烟也嘲笑我。4年后，哥哥开着法拉利再次现身，穿西装携小弟为我讨回公道。自此，我也开始一段属于自己的江湖路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宿舍打电话，几个青年突然推门走了进来，领头的指着我凶巴巴的问道：“就你叫宋瑜啊？”我愣了下，本能的问了句：“咋了？”对方流里流气的，明显不是学生。得罪了谁？难道你不知道？我瞬间明白过来，柳如烟，知道就行。那人走过来，抬手想要打我，但我抬起胳膊挡了一下。我起身说道：“有事出去再说。”宋瑜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我顺手把枕头底下的臂力棒拽出来，悄悄裹在了衣襟里。在出门前，我看了一眼宿舍的人，他们都是老实孩子，在这事情上帮不了忙，只能叹了口气，抬腿走了出去。然而一出宿舍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走廊上竟然还站着3、4个人，都是社会人的打扮，有的戴着大金链子，有的在胳膊上纹龙画虎，个个都是凶神恶煞。我就是有3头6臂，也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。一群社会青年把我围了起来，一个男生迎面走了上来，正是柳如烟的男朋友齐恒。宋瑜，你有病啊！把校园墙的稿子撤了，把钱还我就撤。齐恒以为人多我就怕了，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倔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你一个大男人送出去的红包还往回要？我给他送红包就是为了能和他好，既然他不愿意还钱也应该吧，而且我是孤儿，钱都是我打工赚的。身后一个社会青年突然一脚朝我脊背踹来，怒喝道：“废你妈的话呢？你到底撤不撤稿？”我从怀里抽出臂力棒，我猛的一甩，那人脑袋结结实实挨了一下，嫣红的鲜血从他额角渗出。见我还手，一群社会青年瞬间都冲上来。再不撤稿，每天打你一顿。齐恒撂下一句狠话，带着一众人急匆匆离开了。等他们走后，我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。我没回宿舍，不想被太多人看到，转头拐进洗手间，开始清理自己身上的血迹和脏污。我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将洗手台做齐恒猛踹，身后突然响起脚步声，我猛地转过身去，眼前的一幕就让我愣住了。来人是个将近30岁的青年，身后还站着2排马仔，个个都是西装革履，一看就是响当当的大佬。看到他那张脸，我呆呆的半晌才叫出声来：“哥，你出狱了。”出现在我身后的正是我失踪了好几年的亲哥哥，我正想扑上去拥抱他，他却冷冰冰的吐出2个字来：“废物。”我疑惑的看着他，几年过去，哥哥的长相并没什么变化，将近1.85米的个头，浓眉大眼，气宇轩昂，但好像眉宇之间添了许多戾气，整个人看着杀气腾腾的。被人打成这样还说不是废物？大哥眼睛仍盯着我，满是嘲讽的说：“几年不见，以为你能有点长进，结果还是被人欺负的跟狗一样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”我不敢相信哥哥会这么说话，兄弟重聚的喜悦被这几句话瞬间浇了个透心凉，我还是没忍住为自己辩解起来：“他们人多。”废物就是废物，狡辩再多也是废物。大哥眼神仿佛有点失望，转过头说道：“老狼，打听一下是谁干的，抓到这来卸他一条胳膊。”人群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点了点头：“陈哥，你刚出来还不适合抛头露面，这事交给我办就可以了，你先回去歇着。”大哥说完就离开了，看都没有看我一眼，一大群人也跟着他哗啦啦的离开了，只剩下老狼一个人。小鱼，走吧，去找那个打你的人。不用了，这个仇我自己就能报。我咬着牙拒绝他，我不是不相信老狼的实力，哥哥能把他单独拎出来，这人肯定有2把刷子，但哥哥刚才的语气和眼神也确实让我觉得憋屈。其实陈哥也希望你自己报仇，刚才就是逼你这么做呢，算是个小小的考验吧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还是跟着你，如果出了意外，我也能帮你。说完，我转身继续清洗着身上的血迹。老狼也不说话，就在旁边默默等着。就在这时，身后又响起脚步声，还以为大哥又回来了。我满怀期待的回过头，却发现是个女生，还是和我一个班的。向颖，你咋来了？我听说你受伤了。向颖喜欢我，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她长得不差，可以说是漂亮，比起柳如烟毫不逊色，就是性子太唯唯诺诺了。我对这种类型实在没有兴趣，但她也是一片好心。我把纱布和碘酒接过来说道：“谢谢了，我没事，你回去吧，不用操心我了。”向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没说出来。向颖轻轻嗯了一声，转身出了洗手间，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我一边抹药，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报复齐恒。这个仇肯定是要报的，我从来不是那种被人欺负还忍气吞声的孬种。我有个黑帮哥哥，4年前突然被警察抓走，但他进去的时候说了一句：“不用担心，等我出来，我有一大笔钱，足够我们下半辈子锦衣玉食。”我哥进去的这4年里，我被人欺负得像狗一样，就连女神柳如烟也嘲笑我。4年后，哥哥开着法拉利再次现身，穿西装携小弟为我讨回公道。自此，我也开始一段属于自己的江湖路。
回到宿舍后，我先是打电话给发小李东。李东从小就在混混圈里扎堆，直到现在也认识不少社会人士，找他帮忙肯定可以打击齐恒。我把最近发生的事一股脑告诉了他。李东一听，立刻火冒三丈：齐恒这个王八犊子，你等一下，我问问他在哪，随后给你消息。完了，咱俩过去找他。和李东通完电话后，我才长呼一口气，就好像吃了颗定心丸。有了李东帮忙，这事肯定妥了。知道柳如烟为什么跟了齐恒不？知道啊，他家里有点小钱。是，但不完全是。齐恒入职龙门集团了，最近在营销部实习。龙门集团是我们本地挺有名的一家民营企业，出了名的工资高福利好。我们已经大4了，正面临找工作的问题。听李东说齐恒已经进了龙门集团，我心里确实有点酸溜溜的，但还是假装不在意的说：那又咋了？我要是投了简历，一样能进。你还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，咱学校每年能进龙门集团的不超过10个，能进去的都是人中龙凤。我跟齐恒约了明天上午在王公山碰一碰，到时候拿家伙过去吧。有把握不？嘿嘿，收拾他还不是小意思，真当我这么多年白混的啊？好，那就明天见。原来柳如烟答应和齐恒在一起的真正原因，竟然是为了一个实习岗位，一份工作就跟别人跑了。正当我为自己感到不值时，手机突然来了一条消息，伸手点开一看，是向颖发来的。好点了吗？好很多了，谢谢。接着又给他转了个红包，不能让人家白白花钱，但他既没有回也没有收。Nice。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的瞬间，我给李东打了个电话，约好了在学校后门见。刚走出宿舍楼，一个人影像是筹谋已久，突然窜了过来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别去行吗？向颖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，头发和衣服上还有微湿的露水，看他紧张的神情和担忧的神色就明白他知道我要去打架了。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透露给他的，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。我硬邦邦地甩了一句，接着转身就走了。在学校后门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李东终于姗姗来迟。咋现在才来啊？还有你叫的人呢？来的路上吃了点饭，直接上山，他们在山上等着了。李东闷头走在前面，也不像平时一样开玩笑。我正觉得奇怪，忽然听到身后有点动静，回头看了一下，就见老狼站在某棵树后朝我招手，脸上还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。我冲他做了个 OK 的手势。忽然前面走路的李东突然开口道：小鱼，要不你回去吧，那个齐恒我收拾就行了，用不着你出手。咱俩没少一起打架，你还担心我会吃亏？走吧，来都来了，这会儿回去也不合适。我隐隐觉得不太对劲，于是悄悄低头拿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，无论如何还是要给自己留个后手。很快来到山顶，这里有一小片开阔地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齐恒，身后站着好几个社会青年，就是昨天围攻我的那些，其中一个头上还包着绷带。柳如烟竟然也来了，就站在齐恒的旁边，看上去还是那么漂亮优雅，但一开口就破功了。宋宇能撒泡尿照照自己吗？什么德行也敢和齐恒约架呀？特么的，我都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瞎了眼，怎么就看上这么个臭不要脸的女人了？咋地？齐恒口渴了呀？刚来就让我撒泡尿？我毫不犹豫地反骂回去，转头低声对李东问道：东子，你的人在哪呢？别急，马上就来了。李东低声说了一句，可却连头都没抬，似乎不敢看我。与此同时，对面的青年已经冲了过来，一口气干掉一个人后，立刻转头询问身后的李东：你叫来的人呢？到底在哪？李东看了我一眼，突然从手中抽出一节木棍，狠狠朝着我的脑袋敲了过来，瞬间栽倒在地。柳如烟看到我被砸倒在地，别提她有多开心了，在原地又蹦又跳。向颖发现我倒地的瞬间，立刻冲了上来，手里还拎着一根树枝，举着树枝就朝李东的头抡了过去。李东一把抓住他的树枝，皱着眉问：你不要多管闲事。你为什么打宋宇？他把你当兄弟。李东没有回答，而是低下了头。与此同时，齐恒和柳如烟也走了过来，一众人都围着我虎视眈眈。向颖瞬间有些慌张，立刻扑到我的身前，伸出双臂挡住了我。你就是向颖吧？我听宋宇说过，你喜欢她好久了是吧？长得挺漂亮啊，追你的人应该很多吧？怎么就想不开看上她了？你不懂。向颖轻轻地咬着牙，柳如烟还想说点什么，齐恒打断了他。跟他废什么话，滚开，不然连你一起揍了。齐恒走向前，刚想伸手要打向颖，李东突然伸出手来挡住了齐恒的手。咱说好的见血，倒地就完事了，再打不合规矩了吧？行吧，给你个面子。还有个事，校园墙那篇稿子的撤，给如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李东转头冲我说道：小鱼，撤了那篇稿子吧。我忍着疼痛起身问道：我是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齐恒答应把我也弄进龙门集团。我特么的操你妈！为了一份工作，你他妈背刺我还以为你奶被绑架了。小鱼，我奶最近病得越来越重了，单单吃药就要花不少钱，你就把投稿撤了吧。我要是不撤呢？不撤就揍你呗，揍到你同意为止。小鱼，你别犟了，这样搞得谁都收不了场。东子，你以前曾说云城有5个顶尖的大佬，分别是东边一条狗，西边一只羊，南边一缕风，北边一道墙，中间还卧着一头狼。这5个大佬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还垄断了不少生意。云城走偏门的都想拜到他们旗下，只要随便跟了一个，这辈子就能吃香喝辣了，对吧？
你好好的提这个干嘛？我没回答他的问题，面色阴沉地说：“最后一句中间还卧着一头狼，是不是说一个叫老狼的？”对，老狼是这5个大佬里面最年轻的一个，据说还不到30岁，手下兄弟也多，实力不容小觑。你问他干什么？果然是他，我就说嘛，昨天晚上听到老狼这个名字就觉得很熟悉。10几分钟前，我察觉到李东的状态有些不对劲时，悄悄地拿着手机发了消息给老狼。于是我扯着嗓子喊道：“老狼，你出来吧！”李东、齐恒等人均是面露惊讶，迅速朝着左右看去，可就连半个人影都没看到。宋宇，你有病吧？好端端叫老狼干什么？整得跟你真把人家喊来了一样。老狼竟然真在这里，他真的把老狼喊来了。在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曾听说过云城有5个大佬，分别是东边一条狗，西边一只羊，南边一缕风，北边一道墙，中间还卧着一头狼。而如今这头狼却过来帮我。老狼一现身，就把一群人吓得瑟瑟发抖。李东面色复杂的朝我看来，你认识老狼啊？齐恒等人也都神色慌张，唯独柳如烟嘟囔着说：“怕什么？他就一个人，咱们这么多人呢。”闭嘴吧你！柳如烟没再说话，但嘴撅得很高，显然还是很不服气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有点拉肚子，叫我那会儿正是最激烈的时候，实在没有力气回你。来了就好。我挠挠头，顺便擦了擦额角的血迹，不想让老狼看到我太狼狈的样子。伤得严重不？老狼向我走来，打算摸一下我的头，向影仍旧挡在我的身前，表情谨慎地看着他。老狼露出一丝疑惑，我赶紧说了句：“没事，这是自己人。”你被自己人坑的还少吗？向影轻轻咬着嘴唇，仍旧没有让开。我无话可说，主要是他讲的没错，从柳如烟到李东，都是我曾经以为的自己人，却又把我坑得一次比一次惨。你啥时候学会对人了？不是，没有。向影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，赶紧低下了头。放心，我真是自己人，来帮他的。还挺严重的，至少要缝7、8针。谁干的？我缓缓抬头看向李东，李东低着头一声不吭。老狼看明白了，转身正要动手，我突然说道：“最后再收拾他，先对付那个齐。”狼哥，话没说完，突然有人打断我的声音。头上扎着绷带的青年走上来，面色非常诚恳，语气也很尊重地说：“还认识我吗？咱们俩一起吃过饭。”我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不会最后要和解吧？这种事情太常见了。2群人呜呜喳喳的准备开干，其中一个突然认出对面有老熟人，说着说着就称兄道弟，把酒言欢。那我刚才这一棍子就算是白挨，今天也别想报仇了。你是？我叫凯凯，是狗哥的兄弟。上个月你和狗哥吃饭，我在旁边作陪了的。老狼仔细看了半天，最终摇了摇头，还是没想起来。狼哥，你贵人多忘事，想不起来也正常哈。不过我真是狗哥的兄弟，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。狗哥前几天还念叨你，说想跟你一起喝酒了。你给杜宾打电话，他多久能过来啊？老狼突然笑着问了一句：“大概半小时吧。”半小时啊，那就行，够我把你们这群人打个来回了。狼哥，我真是狗哥的兄弟。你拿杜宾吓唬我啊？我是狼，他是狗，你觉得我会怕他？这利索的身手，我都忍不住张大嘴巴。年纪轻轻就位列云城5大佬之一，果然有实力啊！现场一片死寂，老狼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双手插兜，微微转身，冲我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还要收拾谁来着？”齐恒。眼看老狼已经镇住全场，我立刻脱口而出，可柳如烟还仅限于打嘴仗，齐恒则是实打实的仇恨。老狼转身看着一众人：“谁叫齐恒？”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咋地？还想包庇呀？齐恒他不在里面。什么意思？刚才还在，这会儿不在了。现场没多少人，我从头看到尾，确实没发现齐恒的身影。不光是我，其他人也一头雾水，似乎没人知道齐恒的下落。柳如烟也是一脸茫然，突然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。齐恒，你去哪了？什么？刚才打凯凯的时候你就偷偷跑了？你真是有病啊！咱们这么多人怕他干嘛？跑的时候咋不叫我一声？不知道齐恒说了什么，柳如烟恼火地挂了电话。齐恒走了，你们听我的吧，对面就一个人，什么狼哥狗哥的，大家一起上，肯定没问题。众人都没说话，反而一个个低下头，连和老狼对视的勇气都没有。老狼莫名其妙转头问我：“这虎娘们是谁呀？”这虎娘们就是一切的根源。随即一步步朝柳如烟走了过去。你想干嘛？柳如烟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，随即用眼神示意。上啊！你们赶紧上啊！有老狼在这坐镇，现场连个敢大喘气的都没有。除了柳如烟那个虎娘们，她是真不知道害怕。我来到柳如烟身前，用低沉而冰冷的语气说道：“
还钱！我不是在乎这3000块钱，如果花在真正值得的人身上，别说3000，就是3万、30万、300万都没问题。但柳如烟这种人，1毛钱都不想给他，吃了我的都给我吐出来，可能觉得自己身边人多。柳如烟还是一脸不服气的样子。我都说过好几遍了，接受礼物不等于我同意，红包是你自愿发的，凭什么还往回要啊？我实在没忍住，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我不愿意对女人动手，但看着柳如烟那张无耻的脸，还是没忍住重重抽了过去。接着又阴沉沉说：“还钱！”柳如烟捂着自己的脸，满是惊诧地看着我，似乎不敢相信我会打她。还钱！我又重复一遍，语气冷酷而绝情，随即又抬起了一只手，再没反应，肯定又是一巴掌。柳如烟向后看去，依旧没人为她出头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一边哭一边摸出手机，调出绿泡泡的页面。还你就还你，3000块钱而已，谁在乎了？就你这种抠搜男，永远找不着对象，等着吧，这个仇我肯定报。接下来还揍谁啊？他们昨天都动过手，但一个个打过去实在不现实。你们1对1站好，然后互甩耳光，谁敢不用全力，我单独拎出来教训。一时间，现场充斥着啪啪啪的声音。差不多了吧？可以了，昨天被这群人围殴，少说每人踹了我7、8脚，现在互相扇对方10几个耳光，也算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了。回去告诉杜宾，人都是我打的，有啥冲我来哈！我一步步朝着李东走了过去，看着这个和我一起长大、交情堪称过命的兄弟，还是不能理解他为了一份工作就背刺我的行为，咬着牙问道：“上山之前你让我回去，说你一个人就行，是后悔了？”有点，但你没有回去。现在呢？后悔不？李东缓缓抬头对我说道：“小鱼，别扯这些没用的了，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，因为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当然是没办成，现在工作肯定没了，连你这个兄弟也失去了。你要打就打吧，这是罪有应得，我都受着。”走吧，从今天起我们就不是兄弟了。其他人不了解我和李东的感情，但我确实难过到极点了。在过去的许多年里，2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相互依偎，甭管谁的肚子饿了，找到对方准有饭吃，一个馒头都能毫不犹豫地分给对方一半，是真正同风共雨、携手并进的兄弟。所以在我心中，他的地位甚至不比我哥哥差，结果却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背刺，怎么能不让我心寒？小鱼，对不起。可惜就剩那个齐衡了吧？没事，我自己找他就行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之前就说我自己报仇的，结果还是把你扯进来了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我要连他都收拾不了，就真的成废物了。那也行吧，现在确实没什么危险，得有个时间限制吧。你哥让我帮你，一直没抓到始作俑者可不行。3天吧，找他也要一点时间。你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就行。好，那就3天，到时候你解决不了，我可就出手了。收拾完齐衡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好，走了，你自己小心吧。老狼还是很潇洒，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民。那个，谢谢呀，但以后别这么冲动了，多大的体格呀，还敢打人家李东，一巴掌就把你拍飞了，好吧？我忍不住责怪起他来，当然语气还是很柔软。这时候凶他就太不是人了。向影低着头没说话，我们下山吧。送你去医院吧。向影终于抬起头来，脸红得像个苹果似的。认识好几年了，还能这么害羞，大学生里恐怕也算独一份。关键都这样，还能鼓起勇气追我，不知道他到底胆子大还是胆。上集说到，老狼出手教训凯凯、柳如烟等人，偏偏少了始作俑者齐衡。这该死的家伙溜的是真快啊！关键谁都没注意到他的行踪。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他居然在我室友经常去的地方做大保健。小帅哥，你果然又来了，不枉姐姐这么疼你哦。好了，高兴了多给你一点小费。宋宇啊，听说你最近找我，都去我们班好几趟了。是啊，咋了？别以为老狼给你撑腰就怎么，我告诉你，杜宾这几天正找他，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行了行了，这话我都听得耳朵快起茧，他俩的事我不管，我就找你。想找我来龙门集团呗，营销部知道吧？我天天在里面上班呢。咋地？你就没有出来的时候啊？有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就离开龙门集团，在一家按摩院里做 SPA 呢。想知道在哪不？哈哈哈，就不告诉你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可真的去找你了。你要能找得到，我当场表演托马斯360度旋转吃屎。想骗吃骗喝可不行哦。来，给我表演个托马斯360度旋转吃屎！我直接冲上去给齐衡甩给他最喜欢的大嘴巴子，啪的一声，直接把他从床上抽到了床底。我一手抓住他的衣领，一手握成拳头，朝他的脸狠狠捶上去，憋了好几天的气，在此刻算是彻底爆发，连续几拳下去，齐衡已经晕头转向。看到他这样，别提我心里多痛快。这几天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，之前在宿舍门口被群殴的憋屈也少了一大半。给我闭嘴！齐衡，你不是想吃屎吗？我满足你。
我直接拖着齐恒的衣领，径直朝旁边的卫生间走去。宋宇，你敢让我吃屎，我他妈一辈子和你没完！还敢出言恐吓我？去你妈的，给老子吃！真恶心，这家伙现在多了一层 buff， 必须离他远点。报复完齐恒，我的心情无比舒畅，一路小跑回了学校。刚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，手机突然嗡的一声。喂，你谁啊？宋宇把我电话和微信都拉黑了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你就这点胸怀，没追成功就拉黑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呢？你把齐恒打成这样，以为事情就过去了？接着，柳如烟又发来几张照片，都是齐恒在医院的配图，有脑袋上缠着绷带的，还有臂弯里抱着尿壶的。好看，爱看，再多发点。各种检查和项目一共3000多块，算上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，你赔1万块吧。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你打伤人难道不用赔吗？打伤人不等于要赔偿。你太无耻了。知道就好。中午12点前赔偿款要是不到位，我和齐恒就报警了。齐恒之前还在宿舍门口带了一大群人打我，你怎么不说？别扯这个，反正你不赔钱，我们肯定就报警了。我怒火中烧，直接把齐恒按摩的照片一股脑发过去。说你正上赶着，给这种人出头真的有必要吗？这怎么了？按摩不行吗？男人有钱，浪一点不是很正常吗？齐恒家境好，自己也有本事，还入职了龙门集团，在外花天酒地，很正常啊。我没什么看不开的。宋宇，醒醒吧，这就是现实世界，男人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，渣男也不是谁都能做的。有能耐你也混出个模样来，然后狠狠抽我的脸，不然就闭嘴吧。听着柳如烟说的话，我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，因为我突然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。12点前1万块钱赔偿，不然我肯定报警，到时候就去公安局说吧。我看了下时间，已经11点半了，还有不到30分钟，1万块钱硬凑还是有，但要拿出来赔给齐恒还是太憋屈了。正发愁应该怎么办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老狼打来的。喂，狼哥！我立刻接起，以前不知道他的身份地位，随便叫老狼也无所谓，现在都知道了，人家还帮过我，当然就得客气一点。你不是说今天收拾齐恒吗？怎么样了？已经收拾了，但出了点麻烦。我迅速把今天发生的事全部都讲给老狼。没事，不用赔钱，随便他们去告，公安局让你去，你配合就完了，其他的不用管，我都帮你搞定。行。一听老狼这么说，我也放下心来，好歹是云城5大佬之一，搞定这点事情应该不是问题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情愉悦起来，还贱兮兮的给柳如烟回了一句：别等12点，现在就告，麻溜的，我等你。发完消息我就没再理他，把手机塞到口袋里。打电话的时候，2个舍友都听到了，纷纷问我怎么回事，我也没有瞒着，就给他们讲了，但没有提老狼，反正他们也不认识。他们要是真报警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有一个哥哥说能搞定。我听人说，齐恒家里蛮有背景，和公安局一个姓骆的队长关系很好。以前齐恒经常在学校炫耀，说骆队长是他家的亲戚，这种小打小闹，一般派出所就能搞定。如果真是公安局给你打电话，说明齐恒的亲戚发挥作用了，你那哥哥确定没问题吗？这时手机突然响起，看到是个座机号码，我赶紧接起来。宋宇是吧？有个伤人案件，过来处理下吧。云城市公安局。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哦，好。多大点事，谁还没点背景了？上集说到，只因我暴打了小黄猫一顿，就被我前女友柳如烟弄到了公安局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骆队长大概40多岁，皮肤有些黝黑，看上去不怒自威。旁边一个小警察摊开本子开始记录。我刚准备说话，是的门忽然砰一声被人推开，齐恒和柳如烟从外面窜了进来。齐恒的头上裹着绷带，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虽然看着挺狼狈的，但是起码没有屎，九屎一生，可喜可贺。看我已经归案，齐恒兴奋地说：宋宇，你敢打我，现在就让你知道后果。你不是让我快点报警吗？现在满足你的心愿了吧？这2个跳梁小丑。行了，你俩出去，我这审案子呢。舅舅，他要不肯赔钱，你就顶格处罚他，最好给他弄个刑事，让他一辈子背上案底。看到骆队长的神情愈发不悦，齐恒急匆匆地紧拉着柳如烟出门。审讯室里终于重新安静下来。骆队长轻轻咳了一声，又对我说：继续。我不知道老狼做了什么安排，但现在也只能配合，便从头开始讲起，说是齐恒先打了我，所以我今天才报复他。所以你承认了，确实打了齐恒。是他先打我的，还是一大群人？不管他打你还是你打他，都违反了治安管理法。但你当时并没报案，而且也没去做伤情鉴定。现在看来，还是齐恒的伤更重一些。当然，你俩都是学生，我们还是调解为主。齐恒那边的医药费、误工费等等，综合下来1万块钱左右。你如果肯出这笔钱，就能免于其他的处罚了。
我不赔钱，他也打了我，凭什么就我赔？我说过了，因为你没报警，伤情鉴定也没有做，现在已经没办法确定你当时的伤了。你要不肯赔钱，就得按流程走了。你还年轻，还有未来，现在就背上案底的话，对你的将来非常有影响啊。我低头沉默着没有说话，到底是个队长，想对付我这种大学生实在太简单了。就像骆队长说的，我还年轻，还有未来，根本担不起这样的后果。骆队长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拿捏了我的软肋和命门，要不是老狼提前承诺没问题，恐怕我现在已经认怂，乖乖赔偿1万块钱了。话说老狼到底安排了没？要不要继续等？给你1个小时考虑，1个小时以后你还不肯赔钱的话，我就只能秉公处理这件事了。他的声音不大，每个字却像是有千斤重担，压得我浑身上下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我轻轻地捏紧拳头，哪怕来的时候雄心万丈，如今身处这冰冷森严的审讯室中，也一点一点被磨光了。紧张和恐惧迅速占据了我整个心窝。也就是在这时，骆队长的手机突然响起。喂，杨局，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宋瑜是吧？跟我来下办公室。好，你和我们头认识啊？我哪认识什么头啊？应该是老狼的安排起作用了。怪不得你从进来局子开始就一直挺放松的，原来是自己人。你看这是闹的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吧？放松？我都快紧张死了好吧？之前都打算破财免灾了，还得是老狼。云城5大佬的地位果然稳当，走到哪里都有他的人脉，这次直接把杨局搬出来了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别急啊，喝口水吗？骆队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几眼，似乎还想问点什么，刚要开口，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滴铃铃响起。行，知道了。舅舅，宋宇咋不在审讯室？是不是跑了？没有。骆队长正要解释一番，齐恒又气冲冲地说：“宋宇胆子太大了，在公安局都敢逃走。舅舅，这回能给他弄个刑事了吧？不光要赔我钱，还得让他蹲大牢。”柳如烟突然晃了晃他的胳膊：“你干嘛？”宋瑜在这里。你好啊。办公桌旁的茶台边上，我好整以暇地靠着沙发，面带微笑，浑身轻松，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，看着就像来做客似的，手里还端着一杯茶。发现我的存在以后，齐恒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舅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齐恒，你先出去，随后再和你解释吧。舅舅，出去。齐恒没辙，只好拉着柳如烟出门。临走之前，面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今天这个事情说白了就是一场误会，同学间的小打小闹，本来就用不着上纲上线。你又是杨局长的人，咱们就都是朋友了。既然是朋友嘛，事情就好办了，直接握手言和就行。不用赔钱了。不用，你和小齐算是不打不相识吧。待会儿我把他叫进来，你俩聊聊天，喝喝茶，什么事都没了。这个结果我不满意。来这里，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，刚才还被锁在讯问椅上，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摧残。我还是个学生，哪扛得住这个？以前的事就不说了，但今天的精神损失费，齐恒还是要付下的，1万块吧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你看怎样？说完，我抬起头，目光直视着骆队长的眼睛。我并非要趁火打劫，只是想借这机会试验一下老狼的实力。如果骆队长恼羞成怒，对我口吐芬芳，我就改口说是开玩笑的；如果骆队长忍受下来，并且真的让齐恒付出1万块钱，就说明老狼真的很哇塞。要不我给杨局打个电话？不用，齐恒赔你钱是应该的，你受了委屈嘛。骆队长也就冲你的面子了，换成别人，少于3万解决不了。骆队长摸出手机，拨出一个号码。2分半后，办公室的门便被推开，齐恒迈着大步走了进来。舅舅，让我准备1万块钱干嘛？取了就好。舅舅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赔偿宋瑜的精神损失费。我赔偿他？舅舅，为什么是我赔偿他？随后再跟你说，你先出去。我不出去。舅舅，到底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出去。齐恒不敢再说什么，转身往外走去。小鱼，现在满意了吧？不错，骆队长办事还是很公道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干这行的嘛，就是需要公平公正。来，继续喝茶。不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就不耽误骆队长下班了。好吧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打我电话就好。